汽车二手车车价的查询网站，搜寻 AUTOSTAR， 你选中古车线上估价，160个车型，5000多笔资料，填你的资料。我们免费到府估价，还是要看你的车况真真简简，为你的现况给一个精准的收购价格，马上汇款，马上现金，而且车子买回来是直接过户，给你一个透明、安心的中古车收购服务。大家好，我们是捷云汽车，这台呢是2007年的 X5。其实这种欧系车哦，它的折旧幅度都很大，价格都很便宜。担心的都是什么？都是在维修上面要花一笔很大的钱。现在这个车子呢，发动也是正常，只是呢它的抖动比较明显一点点，有好几个地方要修。我们也完整记录一下。在8万块买的 X5，维修整个翻新要花到多少钱？帮我看一下。其实呢，它抖动也没有很严重，就是怠速的时候，引擎的声音比较大，有没有？这个如果你可能比较不懂的，当做正常车买，就会回去就一下要面临到一个很大的维修费用，会很辛苦。我们来看一下故障码跳出什么。其实哦，这台车很稀有，为什么？正常 X5是不是都5人座？其实配备都一样，它这个是少数有选7座套件的。就是它那个后座的变化度，而且不是自己改装的，就是行照上面是7人座，不用再验车的，就会蛮好用的。你引擎它盖起来，其实也听不到什么太多的奇怪的噪音。这种车就是这样子，你买呢，你就是要预留一个10到20万的维修金额。这个是一个涵养感知器哦，涵养感知器导致这个故障嘛？对，然后跟一个 Vanos 的可变气门那个齿盘。哦，这个不好换呢，对不对？这不好换，这要拆蛮多的，气门盖那些全部链条正时都要重对这样。齿盘嘛，对不对？但你现在看是齿盘，对，所以齿盘要下整个引擎吗？哎，是不用，可以在车上做。那这个不修会怎么样？除了亮引擎灯以外，严重的话它会不好发动，开一直亮故障灯。那这个不就跟宾士的那个凸轮轴齿盘一样？对，都一样。BMW 也会，只是遇到的比较少。这原厂修应该要20-30万。做整套啊。十几万跑不掉了，原厂应该不会这么仁慈。对，好，我们来记录整个维修的过程。是不是像它这个引擎呢？有什么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吗？就是一般这个 N52的引擎哦，保养要顾得好啊，因为它那个机油没有按时保养的话哈，有时候它那个 Vanos 的齿盘啊也会造成油压不足啊，机油润滑度不够，然后导致一些故障这样。所以这也算它的通病。对，这也是它的通病。那你以前在外面啊，很常碰到这个车吗？对，很常啊。很常啊，这个故障，然后再来就是扬尘马达。扬尘马达如果烧掉的话，会导致电脑整个也跟着烧掉。所以它那个也算是一个核心的项目。对，因为它那个扬尘马达的作动啊，其实就是最吃重电的，电流越大，造成电脑晶体直接烧掉。会直接烧掉？对，会直接烧掉，会烧电脑。所以一般这个遇到只有做更换啊，这个没有办法说做一些预防性更换。没得。对。因为一颗马达要1万多块，说实在花不下去啊。对啊，没有人会做这个预防性更换啊。那这引擎会吃机油吗？这一颗还好。如果保养不周到的话，它那个我们所谓的溜达就是气门的那顶筒很容易有那种所谓的焦啊声。哦，真的。对。哒，开起来就会听得到。对，只要一发动就会听得到那个焦啊声。那他会说什么开起来不顺啊，没力啊？不会，倒不会，但是声音会特别大，久了就是这样。就是异音啦。对，又是异音。所以他其实说他拥有的通病跟其他科也是差不多的。啊，对，差不多啦。他也没有说特别脆弱这样。没有，大家就是这种引擎就是一样啊，这种。鸟盖啊、漏油啊，或者是 PVC 阀漏气。如果 PVC 阀漏气的话，就比较会造成吃机油的现象。哦，真的。对，这个比较会。那个如果坏的话，就是换整个鸟盖总成。双 B 的吃机油跟福斯的就不一样了。啊，对，不一样。福斯的一般活塞环。对啊，气门油封。对，但是福斯18888那一种，一般大多都是活塞环会比较多。那个就是一样吃，但是零组件不一样，
所以就是更换的东西也不一样。那双 B 通常是什么东西造成？如果以双 B 的话，一般都是气门油封。气门油封就是上半部先换掉，换了基本上都好了50%啊。它没办法完全解决。如果说严重的话，是到活塞环，也是一样活塞对，活塞环。但是以 BN 来讲的话，就是气门油封先做。对，气门油封先做。通常气门油封换要多少钱？如果以6缸来算的话，大概2万多块跑不掉。2万多块。对。所以如果拆到它的活塞环，可能就要10万。要超过。对，而且就是大工程啊。对。等于是大部分解了啦。整颗引擎要下来。要，一定要下来。对啊。那它正常有分正常跟副厂吗？气门油封我建议啦，都换正常的会比较好啦，比较稳，因为它那个橡皮的耐用程度会比较好一点。正常跟副厂会差很多钱吗？其实也差不多啦，不会差很多啦。那现在 B&W 副厂这么多啊，那它是不是其实稳定度也很高了？对，但是吃机油这个现象还是有啦，不要赌啦。对，换正常的是最保险啦。了解，因为这个小小的东西，说实在差没多少钱，几百块、几千块就换一换。那这种水路会不会很容易漏啊？我听人家说老双 B 啊，老双 B 就是这种水管啊，水管那种塑胶材质啊，对，还有水箱啊，X5这一代的水箱特别容易漏。真的吗？我遇到的，对，特别容易漏，就不知道为什么。换过很多了。对啊，就搞老的，就搞老的，都是水箱。对啊，修理没完。如果是你会买这样的老X5来开吗？老车的话，我会比较想要买139那一代。真的。对。再更老的。对，反而139的也是 N52的引擎啊。如果是最末代的，像那个04年的末代了啦。对。那个状况会比较好一点，比较少问题。对。我个人啦，对啦，当然大家的看法不一样啊。有的人我喜欢这种X5休旅车。出门溯溪，对不对？载东西又多，家人坐的又舒服，所以个人的定义不一样，见仁见智，对啊。师傅，这种X5最难处理的，你觉得是什么？底盘系列啊，底盘又重又不好拆，像这种漏油漏水，很多地方修路败，就是要下引擎做。我觉得这种其实很纯粹的 NA 6缸啊，其实很好。算好顾啊！哇，这个就要很小心，这个有些都老了脆化了。这颗是什么？这颗是阳澄马达。所以它这一颗是单可变还是双可变？这一颗是 Vanos 是2颗双可变，但是它多了这个马达是做一个阳澄的马达，不一样。M50 单可变引M54擎旧引擎 M50 哦，哇，那更久了。可是那个超好顾，那更好顾啊。基本上 NA 没啥毛病，那个到会漏油的公里数大概都20万了。而且我那时候晚上都跟冠伟去陪车的对啊。对啊。就是做一个进气可变形成的马达。而我觉得X5最不好顾的是它油底壳要下工资料。其实后驱的都要，包括4缸、6缸、8缸都要，就看它的引擎摆列方式是直列式还是横列式的。横列式的是不用。横列式的几乎都不用。为什么齿盘你要拆到这里？因为这把线你不挪开的话，鸟盖我不好起来。你是等于说鸟盖上面的配件不拆，然后把鸟盖整个一起卸？对，不然这把线我根本会影响到我鸟盖出来的位置，会很挤啊。是不是每个师傅的修楼拢无同款？对啊，
当然啦，看你要简单做还是粗鲁做啊。丑陋我就是安尼都不拆啊，就能闪则闪，能省则省啊。看你运气好，东西就完整的；手路粗的，东西坏光光。观众看我的师傅多么的细心。我卖好几台叉5，我都直接跟客人说，这个养起来不好养，但他们还是会买。对他们就是已经就是心里的底已经选好这一台了，早就有抓预算。对啊，他们也很愿意修哎，这种是不是不能用冲击起子打？对啊，就是怕打一个断掉，那会很麻烦，那就真的要下引擎做。师傅，你们这样会不会有职业伤害？有啊，腰特别酸，我担心我老了之后就挑骨。我们赚的是劳力。他现在跑几公里？这一台好像跑20万有了吧？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的里程数，垫片状态会。这个有换过了，所以它蛮干的，就对了。对啊。哇，还打胶啊，就表示上一手维修他可能想说垫片是好的，就没换，直接打胶。其实这个都建议更换掉，不要打胶是最好。因为你打胶，胶只要碰到油，其实它还是会渗漏。就算它已经干了。对，对，建议就是直接换新的。它这种油泥啊，是代表它车况有故还是？没有，其实还蛮糟糕的。就是油没有很勤换才会这样。对。那如果这种状况啊，然后接手的人勤换油会好一点吗？并不会改善，就是一定要清过了，对，然后才有效。对，加那种添加剂。添加剂是没有用过了，但大陆很多现在像他们拍一些视频都有说哦，加了机油添加剂可以清洗油泥，但效果怎么样不知道，还是要有实车测验啊。像这个我们就是要更换它这个齿盘。我们现在还要拆什么？按下去拆气管，现在先把火星塞拆掉，现在拆风扇。这是它的正时链条吗？齿盘，磁盘哦，链条，对。风扇也要拆哦。对，要不然我前面那个曲轴铺里下不来，转不到。这还算好拆的嘞。是啊，而且我发现一个重点，来，风扇一拆下来，水箱这边在漏，下面在漏水。对啊，有哎，有绿色的水。对。说它原本不应该是绿色。对，BM 原厂的水箱精几乎都是蓝色，所以它这个可能是加错了。对啊，加错有关系吗？有关系啊，因为这个是走电子水泵，它水箱精的成分会不一样。短时间可能还好。对，还不会有异状，久了之后就导致水泵不挂掉。然后这后曲轴油封是不是也在漏油？对啊。对正时要从下面。对，一个是曲轴，那一个是上凸轮轴。对，用感觉就对。对啊，我们就是要找到那个点。如果真没对准，是不是发动就完了？对，就下课了。下课了。所以他这样根本看不到，用感觉的。对啊，凭感觉找到那个点。满清十大酷刑。如果插不进去怎么办？来别出响。那个凡士林帮我拿一段膜，别惊哎。面目狰狞，所以他很久没有拆正时了。对啊，我看他纸牌06年。最重要的来了，对，是要拆它的正时起来啊。对，磁盘。不过这个通常多久要换一次啊？基本也就是15到20万区间嘛。哇，吃奶的力气。哇！哦哟！猜这个马步要站稳。这角度也太刁钻了吧！这是齿轮的正时记号牌，然后这里会有一个感应 sensor， 就是它的感应器，对不对？如果这个感应点不好的话，就会叫到故障，也会叫到故障。这就是齿盘，这个是旧款的。
这种阿鲁米螺丝很容易已经跑位了，所以它会一直叫到齿盘位移，位移机械故障。哦，就是该换了。对，就是该换。这个也是，这都有点偏移了。这也算消耗品，对不对？就跟我们那个什么凸轮轴啊，什么东西很像。对对，凸轮新的啊，它就是改版，有这个钢的螺丝，比较耐用。对，比较耐用。这个就有进牌分哦，这个不能装错，千万不能装。装错又毁了。要对准。是的。不能开玩笑。对，直接换新的。就是刚才那个什么感应器，对，新的螺丝。对。哦，今天还要换水箱总成跟气门盖总成，这是在维修的时候拆装发现的问题，必须要一次更换。这样换起来费用大概？费用哦，水箱的话至少快2万块，鸟盖总成的话基本上都要也快2万块了，因为你水箱周边的还要补水箱筋。那等一下起来的时候可以帮大家介绍一下水箱是哪里？破损的地方，这只有在拆的时候刚好有发现到。水箱拆风扇的时候，这边是有龟裂的，有漏水的部分。哦，这个水箱啊，其实那边会有裂缝的话，其实都是长期水箱筋的比例不够，导致里面已经有锈斑，造成腐蚀、龟裂。渗漏，水分比较多啊，会造成锈水，然后就会开始氧化它，然后就导致接缝处开始腐蚀掉，就会漏水。那新的我们就把它装上，这个是新的。那我们因为旧品拆下来啊，发现它这个有缺件，这个会造成气门盖漏气。那这里新的。整个总成件是完整的，拆下来就必须要帮它做更换。应该是上一手在装的过程没有注意到，导致它裂了，而且它这个胶也打过胶了，这个不必要的啦。基本上拆下来最好是要么就换垫片，要么就换总成这样。那因为它刚好缺件啊，一并处理。要确认后面的垫片不会安装的时候没有掉。传动轴就是要先拆轮胎，很好，看样子还蛮多东西要拆的。32、36，哎，2颗哦，这么好的东西，所以我要私藏1颗。我们要拿出。传家之宝，什么叫传家之宝？师傅，我们现在来到哪个环节呢？我们现在要拆传动轴，传动轴插在那个哈姆上面的会咬死，我们就必须要有方法。咬死是正常的吗？对，有些会咬死，完全没办法退的话，就是要用这种特工。这个是特工是不是？对，这特工，我们另外就是再买一个特工。所以保养厂不好当，设备要一直买。对，设备要一直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这个还起不来，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是还有另外一种特工，就是油压的，就是架在那个上面，我们俗称叫塞工梁啊，亮那种形状，然后用油压去逼它，把它逼出来。我有遇过一件事，是它的引擎角的螺丝卡住，请人家来用钻的。对，用钻的，就是满清10大酷刑啊，用先烧焊，把它烧到一个程度之后，再去打松它。最土炮的方法。对，这是最土炮，也是最好用的一个方法，最好用。所以它今天是传动轴漏油。对，传动轴的防尘套破损啊。
那必须要把传动轴整只拆下来之后，我们是用送修的方式啦，送去修理好，我们再回来安装。它这是消耗品。对，消耗品，因为它如果说传动轴的防震套破损的话，会导致里面的珠子啊磨损，转弯的时候会有那种嘎啦嘎啦嘎啦的声音啊。扣声也是这个。对对对，所以说这防震套破损的时候，就是尽早赶快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对，以免它里面的球头受损，整只都可能都要换新的。那所以我们就是拆下来，赶快发现了，赶快送修。哦，对，没有预防的方法。预防哦，也没有因为都在底盘，就是只有在保养的时候会检查到。那除了刚好我们拆到这边呢，除了像是你说的传动轴会漏油，还有什么地方会漏啊？传动轴还有方向机啊、避震器啊。这都属于底盘类的东西啊，就是一个消耗品。对，有一个消耗品，就是要到保养的时候，你才有车子像这样撑起来检查，才有机会看到，才有机会看得到。不然一般车主，除非他是离开那个停车位，地上有油渍，然后我们才会顶起来检查，看到底是哪里有漏油。所以它这一支特工啊，是从哪边去使用？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打不下来的话，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做一个敲击的动作，把它敲出来，这样就很像这种震动去。对，用震动的方式去把它慢慢挤压、推出去，这样让它那个牙就是生锈的牙去松开，对，让它震开来。所以它如果说这个卡住了，这个地方对，这个地方卡住，它主要就是今天就是这个问题。对，那我们必须要用一些方式来帮它退出来，对，治疗，呵啊，给修理解。如果像是它这种传动轴的部分啊，这种双 B 的车是不是都很贵？对，如果全新的话，一支3-4万块跑不掉，一支，那两边就对，大概7-8万，对。7-8万可以买一台阿提斯，对，代步车。双 B 真的是要做好功课，对，有些消耗品的部分不能省。对，其实就是车主自己也要有心理建设啦。我买了这种车，我的保养啊、维修啊，就是特别昂贵啊，不是说像国产几千块啊，有没有便宜一点的？哇，那个可能就完蛋了。对啊，买了又不想修，那就开到卖掉，卖掉产值就又不好，又没了。对，这里坏就扣钱，那里坏也扣钱。就是很多人在改它的悬吊系统，还有什么像什么底盘防倾防倾杆是在底盘下面吗？对，也都是在底盘下面。像这一支啊，就是防倾杆。一般这种 SUV 车啊，已经够粗了，那就不需要再去改装了，就很够用了。对，很够用了。装那个是真的会在转弯会比较稳。对，预防车子在过弯倾斜的角度变大，它是靠所谓侧倾的拉力来去平衡车子的倾斜度。所以如果说有在跑山的朋友，很爱改这个东西。对，很爱改，这个是基本改啦。其实改防倾杆的用意会比你去改避震器效果来得大。真的吗？真的。可是我看很多人都只改避震器。避震器对啦，其实避震器第一个就是也有百改降为先，先改好给的对啊。就是帅。对，就是帅。他们就你去跑山的时候，你会感觉操控性变得很好，没错。但是如果你又要舒适的话，我也建议先可以改防倾杆，就可以。那跑山的那就效果比较明显。对，效果比较明显。OK， 师傅，所以我们这次就是两边的传动轴去送修。对，用受修的方式比较省。拆下来送修就。所以其实外面的车行也都可以做到这样的。可以啊，对，有专门在帮我们处理这些修复的啦。因为毕竟你要叫新的很贵。有些客人花得下去，对，当然我们也是帮客人能省钱呐，对，能修，以修为主嘛，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换我也可以帮你换，我叫一支新的来，
马上就好了。用修的会耐用度有差吗？其实差不多啦，但是就是用你原车上的传动轴去修，会换里面的油封。对，有油封、防尘套，还有里面会加新的油。哦，重新灌。对，重新灌。所以又可以再用很好一段时间。对，用很久了。那我们今天就是换2支的传动轴。是啊，对，遇到难题了，打不下来。对，打不下来，只好用就是要特别方法，就是要给息啊。对，这样。所以是哪个地方可以帮我们指一下？有，现在这边破损了。对。这种破损都是因为橡皮硬化了，然后加上方向盘你要转动的时候，它很容易被拉扯。久而久之，它就会破裂。对，所以主要我们今天换的就是那一个防尘套。对，这个防尘套。那这个防尘套就是要整支传动轴拆下来分解，然后重新组装。那它其他的地方还好吗？其他的地方还好啊，其他都还好。对。它这个会不会甩油出来啊？这个会啊，就是甩到这旁边下支臂、三脚架这里都是那个黄油啊。所以如果它皮破了，就是会甩东西。对，把油甩出来。那久了，你有时候下雨天啊，开的时候这边会进水啊、进灰尘啊，就会导致里面的球头更容易磨损，然后转弯的时候就会有咔啦咔啦的异音。那它这个会不会甩到没有油？会啊。会亮灯吗？不会亮灯啊，不会亮灯，但是会有声音啊。会有声音。对，会有声音。当你一转弯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我转弯的时候，在行进间会有嘎嘎嘎嘎嘎嘎嘎。那一般都是传动轴的外侧这种防尘套破掉，导致里面球头磨损。主要是这个原因。是啊。所以看它破损的状况算还蛮严重的。对，已经完全破裂了。对，这个就没救了，一定要换。对，一定要换。所以双 B 的话就是左右各一支，那后轮这种4传的。4传的也有，但是后面的没有带转向，有没有？一般比较不会破损，不会破损。对啊，因为是前面都是前面破损，是因为它带转向。好的，我们现在来到什么位置呢？这边就是后面的差速器，后面跟传动轴。那像这种状况好的防尘套是没有破损的，是。那一般后面往前或往后而已，所以不太会有转弯，所以它的橡皮。即便有点硬化了，它还不至于也没关系啦，破裂。对，所以它这个可以其实用了很久。对，这一台的状况是好的，是好的。对，没有破损。通常渗油是会从这里出来吗？这个渗油，如果说它的差速器的那个油封，对，如果漏油的话，会从这边渗，从这边。对，那。防尘套破的话，它就是一样，像刚刚前面那样一样，这边会裂掉，油会甩出来，然后导致这周边都是油，全部都是油，对，都是那个黄油黏黏的，比较浓稠的油，这样。差速器油有需要换吗？差速器油当然是要按时更换啦，一般都是跟着变速箱换的时候一起做更换。一起弄，是比较少听到人家大保养在换这个。对啊，比较少啦，但是也是时间公里数大还是要更换。建议还是要换的。对。先来加 WD-40的啦，再不行就给它满清10大酷刑哦。满清10大酷刑，正中心啊，传动轴那正中心。看嘛，看来2个小时不会完成了，不会动啊。好，结果我敲到有点牙松掉了。这主要是要退的，对啊。对，没有，它是要退松的啦。我那个有吗？直接传动轴咬在它里面，还是要有特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啊，现在是因为它的距离就是一点点，你不能再近了。碟盘那个仰角要出来。好啦，就是这07的X5，我们最后维修的金额跟大家分享一下。水箱我们因为看到它最后漏水了，那既然都已经花了这么大的心力，我们就把它换掉。水箱9500，上气门的部分12000，齿盘的部分其实成本是不贵的，进气侧的齿盘、排气侧的齿盘各1万块。拆解引擎的时候发现传动轴基本上需要更换，追加了大概15000的水箱、传动轴。如果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加进去的话，其实维修的金额72000块，维修这个进气侧链条拉长的部分。现在车子你只要是马力比较大一点的车子，照理来说走链条的系统应该会很耐用。以原厂的范畴来讲，永久不用更换的，就是在你这车子报废以前，跑50万公里以前是不需要更换的。但因为现在，比如说台湾的温度也高，大家对于保养用的油也没有那么好，然后也没有那么勤劳，马力大一点的，那它就有那种拉长，就是把那个整个链条拉长。那你链条一拉长嘛，因为它每一个齿轮，就是它的气门、进气、排气都是用齿轮去控制它的，一拉长，你的进排气就对不准。那再严重一点，就会转，可能就转一半，然后另外一半就进来，它就会砰，活塞就会打到这个气门。各个进口车都会遇到的，甚至福斯的车型、奥迪的车型也都会遇到。然后包含它齿盘旁边，它那个链条旁边的导板，其实导板会比那个链条更容易坏。讲真的啦，很少车行会去花8、9万块去换这个，为什么呢？产生出来的目前的观感上面，就是只有一个符号而已，一个引擎 check 灯亮而已。其实大部分会怎么做，你知道吗？比较无良的做法，比较邪恶的做法，就是我把这个仪表拆开来。把那个引擎 check 灯灭掉，把那个灯泡拔掉，那你的仪表看起来没有亮灯，一般人就不会有觉得说车子有坏掉，你是不是就可以少掉这个8万、10万的维修费？我们是自己有保养厂才修8万多块，原厂应该要20万到25万，那外面修也要在15万。07年的车子，你即便买的再便宜，3万、5万、7万，我修好了拿来卖20几万，跟我没修卖10几万，还是10几万的比较好卖。有时候卖这种二手车的难处，全部整理好了以后，我很用心的弄好了以后，反而因为价格卖不掉。好啦，就是完整的记录。当你的车子，因为宾士的那个 1.8T、2.0T 那个更容易遇到这个齿盘坏掉嘛，当你的车子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话，整个维修状态、费用、过程分享给你看。这种东西要怎么测试？第一个测电脑，第二个，如果你没有办法测电脑的话，你可以去发动进气、排气跑掉。大部分呢，先有的征兆就会是发动很难发，也就是说，一台车子发动很难发，你不要单以为就只是启动马达坏掉，它很有可能它的引擎的状态是不好的。给荧幕前的观众这一个资讯跟参考。好啦，如果觉得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影片很用心的话，帮我们记得按赞、订阅跟分享。还有想要看什么样的影片的维修啊、内容啊、资讯啊，我们在底下留言。谢谢大家。